有人说啊，戒糖能减肥，也有人认为吃太多糖会养大癌细胞。糖真的是拍给那吗？胡乃文开讲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这一集要和你分享：一、癌细胞爱吃糖，要远离的是它；二、身体缺少糖会发生什么事儿；三、一天能吃多少糖，小心一杯就超标；四、糖能治病，白糖、黑糖、冰糖哪一种好？五、麦芽糖加它止咳化痰1级棒。六、糖尿病能吃哪种糖？2种，放心吃啦。癌细胞真的爱吃糖，要远离的是它。你有发现吗？这20年来，戒糖成了全球风潮，最夯的哦。糖真的有那么不好吗？胡医师，你说的是米字边的糖还是酉字边的？小编啊，米字边的糖和酉字边的糖其实，它们的确是不一样啊。最早的糖啊，就是指我们熟悉的甜味，也就是白糖、红糖、冰糖。但是呢，化学家们发现糖的分子结构都是碳、氢、氧组成的，大概比例都是1:2:1，碳1，氢2，氧1，因此呢，都把它叫做碳水化合物。所以所有的糖都是碳水化合物。后来为了方便记忆啊，学术界又创造了一个酉字边的这个糖吧。这个词儿啊，涵盖了2个碳水化合物的家族，什么呢？一、天然糖类，例如蔬菜、水果、米饭、面食、豆类等等，以及糖类。糖类，你没听错，这个米字边的糖啊，就是碳水化合物家族的一员。所以呢，米字边的糖是糖的一部分。而酉字边的糖呢，这就是一个大的分类嘛，对不对？刚才讲那么一堆的糖啊，什么米字边的、酉字边的什么糖，哎呀，讲的真的大家都觉得听得搞不清楚了，到底是什么，这个听得不飒飒了啊。好，糖类啊，它其实分2种，一种是天然的糖，水果、牛奶、蜂蜜里面的糖；第二种呢，就是精致的糖，你的阿嬷煮红豆汤放的2砂糖，饮料店会用到的白糖、黑糖、冰糖，这些都算是蔗糖，就是甘蔗的蔗啊。但最该远离的是精致的糖里头的真正的派吉娜，叫做高果糖糖浆。高果糖糖浆听起来像果糖哎，应该跟水果的糖差不多吧？大错特错，高果糖糖浆不是天然果糖，是加工制造的，是来自玉米啊、树薯的淀粉啊。它最常出没在哪里呢？可乐啊、手摇饮啊、珍珠奶茶里头。癌细胞真的爱吃糖吗？为什么说癌细胞爱吃糖？它爱吃的其实就是精致糖，像是高果糖的糖浆啊，它吃多了会快速的让血糖飙升啊，长期吃容易增加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甚至于养大癌细胞，嘿，我就有踩过雷的哟。我以前啊，觉得最方便的果糖糖浆哦，你看一拆开来，滋倒下去，在咖啡里面一搅就融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把它给涂个面包也方便啊，涂在肚子上这个吃了，你知道吗？才吃了1个星期，发现什么事儿？大便居然不是原来的黄色，而是白色的了。后来才知道。这个是果糖影响到了胆汁的分泌，停掉果糖之后就恢复正常了。天哪，太恐怖了吧？那水果的果糖吃多了是不是也不好？别紧张，我们真正要远离的就是精致糖。水果里头的果糖呢是天然果糖，适量的吃是不用太担心的，但是还是一样，吃太多，还是小心吧。重点是吃对糖，身体缺糖会发生什么事儿？你每天吃了1碗饭，能给你带来多少能量呢？白饭里头碳水化合物会转化成葡萄糖，而葡萄糖呢，就是你身体的燃料。一个葡萄糖分子可以产生38个 ATP 呀。ATP 是什么呢？就是身体的细胞的电池了，也就是能量了。当 ATP 变成 ADP， 就会释放出能量，给你力量，让你能够运动啦，让你能够思考了，让你能够很好的工作呀。葡萄糖是人体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，它是大脑、红血球、肌肉正常运作的关键。如果糖不够，你的注意力、
记忆力都会下降，工作效率也大幅下滑，甚至于会导致肌肉流失，身体虚弱无力。所以呢，没有糖还是不行的。吃糖不是问题，吃对糖才是重点。《黄帝内经》里头讲五谷为养，古时候的人啊，没有什么葡萄糖的概念，却知道把五谷当作是主要糖类的来源，帮细胞提供能量。古人更知道甘味入脾，像山药啦、南瓜呀等等，它带有一点点甜味的这种食物，就能去补养脾胃了，改善消化的功能，是不是太厉害了？一天能吃多少糖？小心一杯就超标。人一天能吃多少糖啊？我每个礼拜都喝3杯真奶，这样是不是太多？小编啊，你喝太多了。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建议，每天吃的添加糖不要超过总热量的10%。什么是添加糖啊？就是食物和饮料额外添加的糖，包括黑糖、砂糖、白糖、玉米糖浆、蜂蜜等等，都算是哦。假设你每天摄取2000大卡，那吃下去的添加糖就不能超过200大卡，也就是50克的糖，因为1公克的糖大概就是4大卡。所以，小编假设你喝一杯700cc 的全糖真奶茶，含糖量就是62公克，你这一杯拎了去，一天的糖摄取量就超了标喽。那我真的要收敛一点，不能那么放飞自我了。对呀，你从每个礼拜少喝1杯开始，一定可以做得到的，是吧？糖能治病，白糖、黑糖、冰糖哪一种好啊？在那苦涩的日子里，别忘了为自己撒点糖，就像奶茶里头的黑糖珍珠，或是小米粥里头的白糖，生活的小甜蜜总能冲淡工作的辛苦，给自己带来温暖与慰藉。胡医师，你认为什么糖最健康？粗糙的，越粗糙越接近天然的糖就越好。我第一推荐的就是黑糖，如果是入药的话，我也会用砂糖、黑糖、冰糖哦。难怪哦，我看到你喝咖啡会加黑糖。对呀，黑糖也叫做红糖，因为它红色的嘛。它的钙、铁含量是白糖的3倍，黑糖营养价值比白糖高多了，它就是粗糙的意思。黑糖是用甘蔗汁熬煮浓缩以后冷却而成型的，没有经过多次的提炼或者是过滤，就能够保留更多的矿物质和营养素。黑糖对小孩、贫血的人吃特别好，《本草纲目》里头说它叫做砂糖，能够补血散寒。如果你是那种肚子受寒会痛的美眉啊，来一杯红糖姜茶，祛寒而活血，寒气就能慢慢的散掉了。家里的爸爸妈妈大病初愈，吃一些黑糖能帮助你补虚，排便就更顺畅，让身体恢复得更快。我妈妈炖控肉时都会用冰糖，冰糖是怎么来的呢？冰糖就是把白糖再次溶解之后来结晶，那结晶的时候啊，快速结晶就变成比较细的糖，慢慢的结晶就变成大的糖了。这白冰糖呢，就是慢慢结晶出来的啊，变成透明的颗粒。你买冰糖的时候怎么挑会比较好呢？要挑透明或者是微微带黄的，不要选太白的，太白的可能就是加了漂白剂。冰糖对肺有润燥的作用，止咳效果是1级棒。小的时候啊，我咳嗽和喉咙不好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妈妈就用冰糖加胖大海冲一个非常热的热开水，然后呢，等到稍微凉一点给我喝。这个配方啊，又简单又有效，能够舒缓喉咙的不舒服。秋天喉咙干燥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用冰糖炖雪梨，润肺又能够舒缓干咳，还能够改善干燥的皮肤哦。麦芽糖加它，止咳化痰1级棒。已经当了阿公阿嬷的人，每天含饴弄孙，是不是很幸福啊？其实含饴弄孙那个饴是啥呢？那个饴就是麦芽糖。这个饴糖啊，就是用高粱米呀、大麦呀、粟米呀、玉米呀等等啊，它以这种淀粉食材为原料，经过发酵糖化了的，有补脾胃、止咳润肺的功效。
吃麦芽糖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家人不小心感冒了，酷酷扫，喉咙痛，哪好听啊，烧香哦。有一个简单的食疗方，麦芽萝卜汁。先把生的萝卜洗干净，然后切片儿，摆在盘子里头，或者摆在一个汤碗里头，淋上麦芽糖，然后呢放在冰箱里冷藏它个1-2个小时之后，它就会溶出那个萝卜糖水，再倒出来喝，止咳化痰的效果赞赞赞！我吃过啊。咳嗽吃甜的不会越来越严重吗？哈贝啦。麦芽糖止咳润肺，白萝卜让你消化变得更好，让消化道排掉那个湿气，达到肠胃净化的效果，痰也会随之而减少了。糖尿病能吃哪种糖？这2种放心吃。前面讲到了健康的人怎么吃糖，那糖尿病的人该怎么吃呢？糖尿病人最好少吃或不吃精制糖，如果真的想吃，可以选择这2种代糖：1. 罗汉果糖；2. 甜菊糖。第一种罗汉果糖，它是天然甜味剂，不含卡路里，并且呢对血糖的影响极小，适合用来煮汤或泡茶，味道自然而甘甜，你知道吗？胖大海假如加一点罗汉果壳放上去啊，然后呢它的甜味也可以代替前面讲的冰糖。2. 甜菊糖，它是由一种植物甜菊里头提取出来的，零热量，不影响血糖，适合用在饮料或简单的烹调当中。觉得这支影片实用吗？别忘了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你的鼓励是我们继续努力的动力。